我和姐姐一起参选太子妃，入宫那天，娘亲在桃花羹里掺了甜酿，使我面圣时双颊绯红，言语迟滞。皇后微微蹙眉，此女容貌虽佳，然仪态轻浮，不堪为太子良配。姐姐苏玉书则被称赞端庄娴雅，颇有母仪之风，归家求父亲为我周旋。你自己不争气，怪得了谁？玉书虽是养女，但识大体，懂进退，苏家自当全力助她。半月后，宫中旨意下达，苏玉书为太子侧妃，而我因殿前失仪被指婚给3任妻子的淮南郡王魏续贤。出嫁前夜，我哭着问母亲为何害我，她却道：你从小顺风顺水，玉书命苦，你不该同他争。我嫁入淮南，郡王暴虐，动辄鞭笞。不过3年，我便如那前3任妻子一般，草草埋于乱葬岗咽气前。最后一刻，我听见丫鬟低语：太子登基，苏侧妃又有孕，封为贵妃，苏家满门荣耀。在睁眼，我回到入宫参选那天，母亲端着一碗甜羹，笑盈盈地望着我：堂儿，把这碗羹喝了，面色红润些才好面圣。我定定地看着娘柳叶眉，丹凤眼，笑起来，右颊有颗小痣。我遗传了她的眉眼，却没有那颗痣，但苏玉书有。小时候我曾天真地问，为何玉书姐姐更像娘亲？她不是养女吗？娘亲当时脸色一沉，傻孩子，谁养的像谁？玉书不是亲生，胜似亲生。她打了我一巴掌，以后不准再提养女一事，惹得玉书伤心。我压下翻涌的回忆，接过甜羹，转向坐在一旁的苏玉书：姐姐入宫前，妹妹以羹代酒，敬你一杯，愿我们姐妹2人无论谁入选，都相互扶持，光耀门楣。苏玉书微微一怔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妹妹客气了，我已用过早饭再喝，恐怕腹胀，面圣失仪。我沈笑一声，声音抬高：姐姐这是怎么了？平日你劝我多进食，说女子以胖为美，怎么我让你喝一口就不行了？堂内气氛陡然凝滞，父亲皱了皱眉，正欲开口，母亲忽然哎呀一声，我手中的汤碗应声落地。母亲忽然哎呀一声，我手中的汤碗应声落地。她心疼地拉过苏玉书仔细查看，都要入宫的人了，还这般毛手毛脚，若是溅湿了你姐姐的衣裳，耽误了吉时，可怎么是好？苏玉书今日穿着一身月白云纹锦裙，看似素雅，但行走间裙摆隐有流光，整套头面是珍珠点翠，那是母亲动用了嫁妆里最值钱的几样首饰。反观我，头上插着赤金红宝石簪子，都是母亲亲手挑选，像戏台上的花旦。前世我便顶着这样一张脸入宫，在那些淡雅清丽的贵女中像突兀的笑话。听闻苏婉堂是京中第1美人，原来也不过如此吗？她确实很美，就是她娘总用丑衣服打扮她，还美其名曰复古之风。我曾以为这些贵女是羡慕我凡事有娘亲力亲为，原来所有人都知道娘在害我。门外马车已备好，我与苏玉书拜别父母，父亲苏文远的目光在我艳俗的装扮上停留一瞬，眉头微蹙，只淡淡道：宫中规矩大，谨言慎行。他递过来一个食盒，你母亲早起亲手熬的甜羹，你碰都不碰，实在任性，路上带着，务必喝完。对苏玉书，他温声嘱咐：玉书万事小心，家里已打点妥当。苏玉书是父亲故交的女儿，父母早逝，她6岁就来了我家，开宗祠，入族谱，成为苏家嫡长女。父亲怜她孤苦，母亲更是视如己出，反而我这个亲生女儿像是多余的。我曾以为母亲是迫于父亲压力才不得不委屈我，可前世我奄奄一息躺在郡王府偏院的破床上时，家生丫鬟翠柳回苏府探亲，意外听到我娘与我爹的对话，我娘垂泪不止：老爷放心，玉书已是贵妃，又有孕在身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，姐姐泉下有知也会欣慰的。只是堂儿那边，娘冷笑一声：他郡王虽脾气不好，但他总是王府正妃，他若能乖巧些，未必没有好日子过。就算没有好日子，这也是他的命。苏玉书确实是故交之女，这个故交是娘的姐姐，当年父亲本钟情于她，也定下婚约，但她在花宴上被人陷害，与马夫春风一度名声受损。外祖父为了保全家族声誉，让身为幼妹的娘亲替嫁给父亲，那位可怜的姨母被送到庄子上，生下马夫之女苏玉书。几年后，她抑郁而终，父亲挂念白月光，把苏玉书接来我家。母亲对苏玉书的疼爱也从来不是做戏，那是她亲外甥女，是她长姐留在世上的唯一骨血。前世我听的那些话，心一寸寸凉透，最后一口血呕出来时，我盯着帐顶破旧的流苏发誓，若有来世，定要这些人血债血偿。如今我回来了，这些所谓亲人我不要了，我要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马车摇摇晃晃驶向皇宫，车内除了我，还有一位宫里来的孙嬷嬷，据说是皇后身边得力的老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取下头上那些沉甸甸的金簪宝石，又拿出帕子，蘸了随身水囊里的清水，一点点擦掉脸上厚重的胭脂。孙嬷嬷眼中掠过一丝讶异，我将那些首饰推到她面前，虽是艳俗款式，但都是真金白银，价值不菲。嬷嬷一路辛苦，这些身外物于我已是负担，嬷嬷若不嫌弃，便请收下，全当一点心意。方才苏家那一幕，孙嬷嬷尽收眼底，她没说话，只静静看着。此刻她接过首饰，掂了掂，收入袖中。苏二小姐客气了。她沉吟片刻，像是随口一提：老奴多句嘴，您袖中那方绣着兰草的帕子针脚很是特别，可是出自江南固绣一派。我心头一震，这帕子是外祖母留给我的，外祖母出身江南绣艺世家，一手固绣技冠绝京城。我懂
懂事时，他已病重，只来得及给我绣几方帕子，做几件小衣。他说，堂儿外祖母没什么能留给你，这些绣品你收好，将来若遇难处卖了，能帮上一点忙。后来外祖母去世，母亲将她的遗物收走，大半说是替我保管，只有这几方帕子因我一直随身带着才留了下来。前世我在郡王府受尽折磨时，曾想变卖这些帕子换钱请大夫，可郡王暴虐，连我最后这点念想都夺去扔进火盆。孙嬷嬷突然提起，我按下心中一斗，轻声回答：嬷嬷好眼力，这正是外祖母所传故绣。孙嬷嬷点点头，不再多言，闭目养神。我却暗自记下故绣。皇后娘娘似乎偏爱故绣，前世苏玉书入选后，曾特意寻访故绣传人，为皇后绣了一幅百鸟朝凤的屏风，大受赞赏。马车在宫门前停下，我们换乘小轿前往储绣宫。一路上，苏玉书端坐如仪，姿态优雅，我则安静坐着，脑中飞速盘算。选秀并非一次定乾坤，初选看家世容貌，复选考才艺德行，中选由皇后与太子钦定。前世我因殿前失仪，初选便被淘汰，苏玉书则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被赐婚太子。这一世，我要一步一步把他的路走成我的青云路。初选在储绣宫正殿，30余名贵女排成3列，由皇后与几位高位妃嫔甄选。苏玉书站在我前方，身姿挺拔，如一只清河。轮到他时，他因下拜，声音清悦：“臣女苏玉书参见皇后娘娘。”各位娘娘。皇后微微颔首，抬起头来。苏玉书缓缓抬头，目光恭谨而不谄媚，容貌端庄，仪态得体。皇后转头对一旁的贤妃笑道：“可是苏尚书家的女儿？”正是。贤妃笑道：“听闻此女琴棋书画皆通，是个才女，不错。”皇后点头，留牌子。苏玉书谢恩退下，经过我身边时，嘴角勾起一抹机不可察的弧度。轮到我了，我稳步上前，依礼下拜：“臣女苏婉堂参见皇后娘娘。”各位娘娘。抬起头来，我抬头，目光平静。皇后打量我片刻，眉头微舒，妆容虽太过素雅，可天生丽质如明珠美玉，倒叫本宫想起年轻时的一位故人了。皇后又道：“你也是苏家女，家中行几？”臣女行。二长姐苏玉书，你们姐妹俩，一个满头珠翠，一个太过素净，莫非爹娘偏心，只给一个女儿装扮吗？人之食指亦有长短，父母之爱也如此。长姐蕙质兰心，别说父母偏疼臣女这个幼妹，也甘愿把所有好东西留给她。名为捧，实为贬。我在暗指苏玉书跋扈，不怜爱幼妹，留牌子吧。我心中一松，初选过关了。初选通过者需在储绣宫居住1月，学习宫规，接受复选。我与苏玉书分到不同房间，但同处一个院落。安顿好后，苏玉书主动来找我：“妹妹今日在皇后面前为何要说那些话？”她语气温和，眼中却带着责备：“你我姐妹一同入选，本该相互扶持，你那样说，岂不让人误会我在家中太过霸道？”姐姐误会了，妹妹只是实话实说，姐姐本就是兰心蕙质，妹妹自愧不如。她盯着我看了一会，忽然笑了：“妹妹真是长大了。也罢，日后在宫中我们还需同心协力才是。”姐姐说的是。她走后，我关上门，冷笑一声。傍晚，孙嬷嬷过来送宫规册子，我趁机递上一个荷包：“嬷嬷辛苦，一点心意。”孙嬷嬷捏了捏荷包，里面是几颗金瓜子。宋二小姐客气，老奴多嘴一句，复选在即，才艺展示至关重要。皇后娘娘最爱故绣，也喜琴艺，太子殿下则偏好棋艺与骑射。谢嬷嬷提点。另外，孙嬷嬷声音更低了：“你姐姐苏玉书这几天时常去贤妃娘娘宫里喝茶，二小姐行事还需谨慎。”我心中警铃大作，贤妃是二皇子生母，而太子与二皇子不睦，朝野皆知。苏玉书竟已搭上了贤妃的线，送走孙嬷嬷。我仔细回想，前世试了苏玉书入选太子妃后不久，贤妃母家便得了提拔，二皇子势力大涨，把我打死的淮南郡王正是二皇子一派。原来从一开始苏家就脚踩2只船，既想攀附太子，又不愿得罪二皇子。好算计。复选前10日，储绣宫组织才艺预演，贵女们各显神通，琴棋书画、歌舞刺绣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苏玉书展示了一曲高山流水，琴艺精湛，意境悠远，赢得满堂喝彩。轮到我时，我选择了刺绣。一方素白绢帕上，我用故绣技法绣了一丛幽兰，针脚细腻，配色淡雅。最妙的是兰叶上的露珠用了特殊的丝线，光线一照，竟真有水光影映之感。负责教导的嬷嬷看了连连点头，这故绣技艺没10年功夫下不来。苏儿小姐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造诣。皇后娘娘恰在此时过来巡视，她走到我面前，拿起那方帕子仔细端详，眼中露出赞赏。好绣工，这露珠的绣法可是失传已久的珠光针。娘娘慧眼，外祖母曾传授此法，臣女愚钝，只学得皮毛。你外祖母是江南顾氏顾云秀。皇后眼中闪过讶异，竟是顾大家的传人。本宫年轻时曾得顾大家指点绣艺，可惜罢了，都是往事了。她放下帕子，温声道：“好好准备，本宫期待你在复选时的表现。”谢娘娘。皇后走后，苏玉书的脸色明显沉了下来。当晚她便来找我：“妹妹何时学了故绣？姐姐竟不知。外祖母在世时教的，这些年闲来无事便绣着玩。”我轻描淡写，那时候苏玉书还在庄子上呢。妹妹真是深藏不露。她笑了笑，笑意却未达眼底。只是这储绣宫中锋芒太露，未必是
是好事，妹妹还需谨记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姐姐教会的事，我顺从的应道，心里却冷笑，这就急了。好戏还在后头。复选前3日，储秀宫发生了一件事，贤妃娘娘赏给众贵女美人一枝宫花，以示鼓励。我拿到的是枝海棠绢花，做工精致，颇为好看。然而苏玉书那枝牡丹绢花却不翼而飞。同时在我的妆帘底层发现了一枝一模一样的绢花，她当即红了眼眶，对前来调查的嬷嬷哭诉：玉书不知为何会在此，妹妹若喜欢这绢花，直说便是，何苦如此？一时间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偷窃宫中赏赐是大罪，轻则逐出宫去，重则祸及家族。前世苏玉书便用过类似手段，在闺中陷害我，偷她玉佩，害我被罚跪祠堂3日。今故技重施，倒是熟练。我平静地看着那只绢花，忽然道：姐姐可否将绢花给我细看？苏玉书迟疑了一下，递了过来。我接过，仔细端详，忽然笑了：姐姐，这只绢花不是贤妃娘娘赏的那只。你胡说什么？她急道：明明一模一样，形似而已。我举起绢花，对着光，贤妃娘娘赏的绢花，花瓣边缘用了掺金丝的线，日光下会有细碎金光，而这只没有。苏玉书确实偷偷把那只真的牡丹绢花藏在我这里，只是我被她陷害多了。这些小伎俩了如指掌，在家时父母偏心，不管多明显的破绽，也都听她依她。可是这是宫里，没人再愿意陪她演戏。众人凑近一看，果然如此。苏玉书脸色骤变，而且贤妃娘娘宫中的绢花花蕊处都绣有一个小小的贤字，这只也没有。姐姐怎么看都不看，直接就说是你丢的？莫非天底下只有你才配用牡丹绢花？掌事嬷嬷接过绢花查看，沉声道：确实没有，这怎么可能不是？这定是有人陷害，想要离间我们姐妹俩，求嬷嬷明鉴。嬷嬷眼神冰冷，听闻苏家大小姐自幼得宠，在家占了妹妹所有衣裳首饰不说，在宫里还如此嚣张跋扈，丢了东西自己不担责，反倒想赖到旁人头上，实在是蕙质兰心。老奴会照实向皇后娘娘禀告。这话不可谓不重。苏玉书的脸彻底白了。当晚她闯进我的房间，再无平日温婉模样。苏婉堂，你故意的。我慢条斯理的绣着帕子，头也不抬。姐姐说什么？妹妹听不懂。你早就知道我会用这招，所以提前放了那只假绢花，是不是？她咬牙切齿。你从何时开始算计我的？我放下针线，抬眼看着她。姐姐这话奇怪，我又没拿你的东西，我的绢花好端端在待着，何来算计你一说？她死死盯着我，忽然笑了。好好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不过苏婉堂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？别忘了父亲母亲站在谁那边，苏家所有的资源都会为我所用。你一个弃女拿什么跟我争？我不争。我淡淡道，我只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？他嗤笑。这世上有什么是你的父亲的疼爱，母亲的关心，还是苏家的资源？苏婉堂，你醒醒吧。我心中刺痛，面上却依旧平静。夜深了，送客。复选那日天晴如洗，30名贵女经过层层筛选，只剩10人。皇后端坐上位，太子坐于侧位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太子陆景恒，他穿着杏黄蟒袍，眉目清俊，气质温润，只是眼神有些疏离，仿佛对这场选妃兴致缺缺。才艺展示开始，苏玉书弹了一曲《凤求凰》，琴声婉转，情意绵绵。太子听了，微微颔首，却未见多少触动。轮到我时，我献上了一幅绣品，不是帕子，而是一幅小型屏风绣画，画上是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的局部人物栩栩如生，衣袂飘飘，连宴席上的酒杯菜肴都清晰可辨。更妙的是，我用了双面绣技法，正面是夜宴盛景，反面却是寒江独钓的意境，一热闹一孤寂，对比鲜明。皇后见了颇为惊喜，这双面绣技便是顾大家当年也为真画境，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造诣。太子也看了过来，目光在那幅绣画上停留片刻，忽然开口，正反两面意境迥异，苏二小姐为何选此题材？我垂眸答道：回殿下，臣女以为人生如绣，人生如绣，一面是人，一面藏己，盛宴中散，孤寂长存，能于热闹中见冷清，方是通透。太子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，深深看了我一眼。通透，他低声重复，随即对皇后道：母后，儿臣觉得此女不错。皇后微笑点头。最终复选结果，我与苏玉书皆入选中选名单，另外还有3位贵女，分别是镇北侯之女、礼部尚书之女以及1位郡王之女。回到储秀宫，苏玉书的脸色难看至极。8中选前夜，储秀宫发生了一场火灾，起火点正在我房间附近，浓烟滚滚中，我被呛醒，慌忙冲出房间。混乱中，有人从背后推了我一把，我向前踉跄，眼看要摔入火中，忽然一只手臂将我拦腰拽回，抬头对上一双清冷的眼，是太子，他穿着长服，似是恰好路过。殿下，我惊魂未定，小心。他松开手，语气平淡，宫中走水非比寻常，你且去安全处等候，谢殿下救命之恩。他点点头，转身指挥工人救火。我退到一旁，心中冰冷，刚才那一推，分明是有人想置我于死地。除了苏玉书还有谁？火势很快被扑灭，经查，起火原因是
油灯倾倒，但我房间附近的油灯昨夜明明没有点。皇后震怒，下令严查，最终一个小太监顶了罪，说是他偷懒打翻油灯。可我知道真相绝非如此。苏玉书接连丢面子，他恨死我了。第二日中选推迟3日，我被暂时安排到另一处院落居住。当夜，孙嬷嬷悄悄来找我，二小姐，老奴查到些东西。她压低声音，那个顶罪的小太监家中老母病重，前日突然得了一大笔银子治病，听说是一位苏姓掌柜给的。苏姓是我那一双父母在为苏玉书善后，我心中了然。3日后，众选在坤宁宫举行，皇后与太子坐于上首，5位贵女排成一列。皇后问了几个问题，无非是德容严恭，治家之道。苏玉书对答如流，引经据典，颇有才女风范。轮到我时，皇后问：若为太子妃，当如何辅佐储君？我沉吟片刻，答道：臣女以为辅佐储君守在不服。此言一出，满堂皆惊，连一直垂眸的太子都抬起了头。此话怎讲？皇后饶有兴趣。储君乃国之未来，自有名师教导贤臣，辅佐太子妃，若妄加干涉，反为不美。臣女以为太子妃之责在于正宫为睦亲族，养子嗣，为储君营造安稳后方，使其无后顾之忧。至于前朝政事，非后宫女子所能智慧。皇后眼中露出赞赏，你倒是清醒。太子也微微颔首。最终，皇后与太子入内商议，我们5人在外等候。妹妹刚才那番话倒是标新立异，只是不知殿下是否喜欢这般不符的妻子。喜欢与否，皆是殿下心意。我淡淡道：姐姐何必操心。她冷哼一声，别过脸去。半个时辰后，结果出来了。太监高声宣旨，太监宣旨的声音在坤宁宫回荡。镇北侯之女赵氏，端庄贤淑，可为太子正妃。礼部尚书之女苏氏婉堂，温婉敏慧，封太子侧妃。苏氏女御书，封宝林。宝林东宫最末等的妾室，仅高于侍妾。苏玉书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身子晃了晃，几乎站立不住，而我心中并无多少波澜。侧妃够了，这一世我不求情爱，不求高位，只求一个足够高的起点，能把前世的债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听说这个结果是贤妃力劝的，她说苏玉书才名在外，若落选出宫，恐坏了名节，不如留在东宫，也算给苏家一个体面。好一个体面！我那位好父亲和好母亲，此刻怕是在家中欢欣鼓舞吧？他们以为只要苏玉书进了东宫，凭借他的才情和苏家的打点，总有翻身之日。他们不知道，东宫这个地方，一步错便是万劫不复。大婚在3个月后，太子娶正妃，礼仪繁琐，侧妃与梁园宝林的入宫礼则简单许多。我被安排在东宫七无院，院子不大，但清幽雅致。院中有一株老梅，正值隆冬，含苞待放。入东宫第1日，我便去拜见太子妃赵明锦。她是镇北侯独女，将门之后，身材高挑，眉宇间自带一股英气，与寻常闺秀不同。我依礼跪拜，妾身苏氏给太子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她的声音清亮，带着笑意。早听说苏侧妃一手顾绣，出神入化，今日一见，果然灵秀。娘娘谬赞，不必拘礼。她亲自扶我起来。东宫人少，日后我们姐妹相称，便是我吃长您2岁，你唤我明锦姐姐亦可。我心中微暖，但仍谨守本分，礼不可废。娘娘，随你，日后常来坐。我一个人也闷得慌。她又看向我单薄的衣裳，蹙眉，怎么穿得这样少？手脚都是冰的。可是宫人怠慢，侍妾身体寒惯了，这怎么行？她转身吩咐宫女去把我那件银狐斗篷拿来给苏侧妃披上，再让膳房每日炖一盅红枣阿胶羹送来。娘娘，这太贵重了，给你就拿着。她不容分说，将斗篷披在我肩上，身子是自己的，要爱惜。我又是在边关，也是冻坏了膝盖，如今一到阴雨天就疼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她的关切真挚，自然毫无矫饰。第2日去给皇后请安，皇后见我穿着太子妃给的斗篷，眼中笑意更深。明锦那孩子就是热心肠，你们能和睦本宫就放心了。我献上早已备好的抹额，用的是上好的玄色绒布，内衬细棉，边缘用固绣技法绣了精致的祥云纹，中间嵌了小块温玉。听闻娘娘冬日一发头风，妾身做了这抹额，里面放了安神的药材玉石，可凝神静气，但愿能稍解娘娘不适。皇后接过触手，温暖柔软，细细端向绣工，赞道：真是巧思难为，你有这份心，妾身只是尽一点孝心。好孩子。皇后拉我坐下，细细问了在东宫起居可习惯，又教了我几个调理体寒的膳食方子。女子血气足方是根本，你还年轻，要好生将养。我一一记下，心中酸涩又温暖。娘亲从未给过我这样的关怀。皇后与太子妃像是命运补偿给我的真正的女性长辈。东宫的日子平静如水，我每日按时给太子妃请安，偶尔被召去皇后宫中说话，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轻舞宴，专心刺绣。我给
给皇后绣了暖手筒护膝，给太子妃绣了骑马专用的手套护腕。她虽已嫁入东宫，仍保留着骑马的习惯，每月会去京郊马场1-2次。太子妃收到手套时，眼睛都亮了。堂儿，你怎知我需要这个？宫里的绣娘做的总是不合手型。碍事，她当场试戴，大小刚好，手指活动灵活，边缘还绣了她喜欢的忍冬花纹。太好了！她欣喜地拉着我的手，堂儿，你真是我的解语花。隔了几日，她来器物院找我，身后宫女捧着一套衣裳，试试这个。她展开，竟是一套月白色的男子长袍，用料考究，款式简洁。我愕然，我瞧你总闷在屋里，脸色越发白了。太子妃笑道，我有时会扮男装出宫走走，自在些，也给你做了一身，改日我们兄弟俩一同出去骑马踏青。我推辞，不过在他怂恿下换上了男装。他围着我转了2圈，拍手笑道，好一个俊俏小郎君，就是太秀气了些，不过无妨，更像江南来的书生。他又捏了捏我的腰，啧啧道，这腰肢也太细了，堂儿，你得跟我学打拳，强身健体。说罢，他真的在院子里摆开架势，教我打太极拳。我从未习过武，手脚笨拙，下盘虚浮，一个转身动作时脚下不稳，直向后倒去。小心！太子妃反应极快，一个箭步上前，手臂稳稳揽住我的腰，将我带了回来。我惊魂未定，靠在他身前，闻到一股清爽的皂角香气，混合着淡淡的阳光味道。他扶我站好，手却还在我腰间停留了一瞬，笑道，真细，不过总算接住了，没摔着我的俏弟弟。我的脸微微发热，我很喜欢和太子妃在一起，她洒脱明亮，像冬日暖阳，驱散我心底积压了2世的阴寒。我也尽心回报这份善意，知道她膝盖就尚未寒。我用了最好的棉和皮毛，细细缝制了一对护膝，内侧还用药物熏过，活血化瘀。她收到时眼圈竟微微红了。她抱住我，除了我娘，没人这么仔细惦记过我的旧伤。堂儿，谢谢你。至于太子陆景恒，我见得不多，他政务繁忙，偶尔来后院，也多是在太子妃的正院用膳。对我这个侧妃，他客气而疏离，仿佛坤宁宫里那一句不错，只是随口一说，我也乐得清静。我对他并无起念，甚至因前世的记忆，对夫妻之情早已心灰意冷。现在的日子很好，有关心我的皇后和太子妃，有清静安稳的器物院，但我没有忘记东宫里还住着一条毒蛇。苏玉书自从入宫为宝林，便沉寂下来，他住在最偏僻的听雨，格位分低，若无传召，连给太子妃请安的资格都没有。但我知道他绝不会安分。果然，我放在听雨阁的眼线传来消息，苏玉书这几个月通过家中递进来的银子，暗中收买了一个负责庭院洒扫的小太监和一个在换衣房做事的宫女。贤妃那边也私下赏过他2次东西，他在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，而我也在等他动手。我吩咐宫女把那身男装混入宫装，拿去换衣方浆洗，务必确保苏玉书收买的宫女看见男装同时，也要装作惊慌失措，抱着衣服立刻逃跑，掉落一个荷包即可。苏玉书不是一直在等时机吗？我亲手送他一个好了。初春时节，宫宴，皇室宗亲，朝廷重臣及其家眷齐聚畅音阁，我与太子妃同坐一席，苏玉书作为宝林，位次靠后，几乎看不见人影。宴至中途，丝竹悦耳，歌舞升平，皇帝身体不适，已先离席。皇后待了片刻，也准备要走，忽然苏玉书站了起来，走到殿中，跪下行礼，臣妾苏氏，宝林有要事禀告皇后娘娘、太子殿下、太子妃娘娘。满殿寂静，皇后微微蹙眉，何事？苏玉书抬起头，她指向我，声音清晰而颤抖，臣妾要揭发苏侧妃。他私藏男子衣物，行为不端，恐有玷污皇家血脉之嫌。此言一出，满堂哗然，无数道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。太子妃脸色一沉，握着酒杯的手紧了紧。太子陆景恒放下筷子，目光淡淡扫过我和苏玉书，看不出情绪。皇后声音冷了下来：苏宝林，你可知道污蔑侧妃是何等罪过？臣妾有证据。苏玉书叩首：臣妾亲眼看见苏侧妃宫中藏有男子的荷包，式样新颖，绝非宫中所有。臣妾曾在宦班侍卫身上见到过类似布料和花纹。他从袖子里掏出了那个荷包，棕色皮面打底，上面绣着一个宝塔形状。宫中荷包多有规定纹路，比如祥云、万字不到头、龙纹等等。这个荷包确实不是宫里用的东西。他言辞凿凿，仿佛确有其事，一时间窃窃私语声四起。苏侧妃看着娴静，竟如此大胆，难怪太子殿下不太去他那里。若真如此，可是丑闻啊！我放下手中的茶盏，站起身走到殿中，与苏玉书并肩跪下，姿态从容。皇后娘娘殿下，太子妃娘娘，我声音平稳。苏宝林所言，荷包却出自妾身宫中。众人又是一阵低呼。苏玉书眼中闪过狂喜，我却继续道：但此荷包并非私藏，乃是太子妃娘娘月前交给妾身的一块布料，主妾身仿照其式样，为太子殿下绣制一个新荷包，欲在殿下生辰时作为惊喜。此事太子妃娘娘可作证。所有人的目光转向太子妃，赵明景缓缓站起，
走到我身边，先向皇后和太子一礼，然后朗声道：“回母后，殿下确有此事。那块布料是臣妾母家从西域得来的新品，觉得殿下会喜欢，便请苏侧妃帮忙绣制，因想给殿下惊喜，故未曾张扬，不想竟让苏宝林误会，闹出今日风波。”他看向苏玉书，眼神锐利如刀。苏宝林，你既看见荷包，为何不先来问本宫或苏侧妃，反而在宫宴之上，宗亲面前贸然指控毁人清誉？你到底是无心误会，还是有心构陷？臣妾只是怕皇家体面受损。好一个怕皇家体面受损！我接过话头，声音依旧平静，却带着冰冷的质疑。妾身还有一事不明，东宫侍卫轮值皆在外廷，除太子妃娘娘暗旨，可在特定时辰于内廷垂花门处查验宫访，或有紧急事宜传话外，寻常宫眷绝无可能踏足外廷，更遑论与宦班侍卫撞见。敢问苏宝林，你是在何时何地，因何事得以见到东宫之外正在宦班的侍卫，并且还能近身看清他腰间荷包的花纹式样？苏玉书猛地一颤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他求助般的目光下意识地飘向贤妃和二皇子周景恒。贤妃端坐席上，面容雍容，可捏着帕子的指节已然泛白。二皇子则垂下眼，把玩着手中的酒杯，仿佛置身事外，丝毫不把二人偷换的情谊放在心上。苏玉书额上渗出冷汗，许是我记错了，或许是在公道上远远瞥见。公道我轻轻打断，语气依旧平和。哪位侍卫姓甚名谁，隶属哪一队，值守哪一片区域？苏宝林既然能看清荷包纹样，想必距离不远，总能记得些特征，或是当时还有何人在场，可为苏宝林作证。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冰冷的刀子扎进他的漏洞里。他哪里记得什么侍卫姓名特征？他根本说不出口。他是在与二皇子私会时，慌乱中瞥见过某个侍卫的身影，这话一旦出口，就是万劫不复。他支吾着，脸色由白转青，身体开始微微发抖。贤妃见状，立刻笑着开口，试图缓和气氛。瞧这孩子，怕是今日宴席热闹，多饮了几杯，有些醉了，方才胡言乱语呢。他转向皇后，皇后娘娘莫怪，苏宝林年纪小，不胜酒力也是有的。醉了。我唇角微扬，看向贤妃，眼神清亮，回贤妃娘娘，妾身协助太子妃打理此次宫宴事宜，知长姐素来不胜酒力，故特意吩咐为她准备的并非酒水，而是桃花羹。桃花羹也会醉人吗？贤妃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一直沉默的父亲苏文远此刻再也坐不住，豁然起身，走到殿中跪下。小女玉书自幼心地纯善，连只蚂蚁都不忍踩死，今日定是一时眼花，看错了物件，绝无害人之心。她只是关心则乱，怕妹妹行差踏错，坏了皇家声誉啊！母亲也扑跪过来，泪如雨下。娘娘明鉴玉书，这孩子最是懂事体贴，今日之事必有误会。堂儿，她是你的亲姐姐，你何苦如此咄咄逼人，定要置她于死地？他们声声泣血，字字指责前世，这样的场景我经历过无数次，每一次都是我退让，我认错，我承受不属于我的委屈和惩罚。我看着他们焦急心疼的嘴脸，心中连一丝涟漪都未起，我只是静静地望着上手的皇后与太子。皇后凤眸微眯，与太子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太子陆景恒放下，声音平静无波，却带着千钧之力。苏宝林，姑再问你一次，你在何处见得何人身配此荷包？你若说不出，便是蓄意构陷侧妃，搅乱宫宴，窥探宫禁。你若说得清，他顿了顿，目光若有似无地掠过二皇子，那便更要好好说清。臣妾不知，臣妾真的不知，是看错了，定是看错了，看来是说不清了。太子淡淡道，语气里听不出喜怒。母后，此事涉及宫禁安全与妃嫔清誉妃儿戏。苏宝林言语混乱，疑点甚多，应交由慎刑司仔细审问，相关涉事宫人一并严查。皇后颔首，威仪尽显。来人，将苏宝林带下去，严加看管苏尚书、苏夫人。此事未明之前，你们也需谨言慎行。两个孔武有力的嬷嬷上前将苏玉书拖了起来。爹娘救我！贤妃娘娘！苏玉书发出凄厉的哭喊，挣扎着，再无半分平日里的端庄娴雅。宴席不欢而散，我随着太子妃起身离席，经过父母身边时，父亲压低声音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逆女，你等着。母亲则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我，无声地吐出两个字：孽障。我恍若未闻，脊背挺直，步履平稳地走出了畅音阁。翌日，太子妃派人送来押经礼，并透露陛下下令彻查宫宴之事。午后，我称病静养。傍晚，父亲苏文远的密信塞入门缝，信中厉声斥我，逼迫长姐，命我即刻向太子妃与皇后求情，否则断我宫中用度。我捏着信纸，想起前世在郡王府奄奄一息时，家中对我求助的漠然，烛火燃起，信纸化为灰烬。这一世养育之，我已用命偿过，如今只剩仇怨。慎刑司地牢，阴暗潮湿不过2-3日。苏玉书以行销鼓励，衣衫污秽，指尖满是刑痕。见我前来，他嘶声咒骂：“我是来指你一条生路的。”我隔着栅栏平静道。他冷笑：“不信。”我递上一封伪造的父亲手书，信中言明苏家为自保，已决定弃他灭口。他颤抖着读完，厉声反驳：“你骗我！父亲母亲不会
如此，那贤妃赐你的那盏安神汤也是假的吗？我缓缓道，若非太子妃的人暗中调换，你早已是一具身体，父亲母亲可以牺牲我，自然也可以牺牲你。贤妃与二皇子为求自保，更不会留你活口。这世上如今谁还在乎你的死活？苏玉书颓然瘫倒，信纸飘落，他抱膝痛哭许久，抬起泪痕交错的脸，眼中尽是孤注一掷的疯狂。你想知道什么？只要能活，我什么都说。二皇子与贤妃的谋划，你们在东宫的暗桩朝中还有哪些同党？他眼中挣扎，我坦言无法保证他活命，但交出足够筹码，或可换得囚禁终老，好过利弊于此，或受尽折磨。绝境之中，他终是屈服。东宫除已知之人，茶房还有一个贤妃。早年的暗桩，朝中同党名单与联络方式，我记在一本账上。他报出几个名字，其中便有淮南郡王。账本藏在东宫藏书阁第3排书架第7列顶层的前朝通鉴夹层中。苏婉堂，我认输。他眼神复杂，但贤妃与二皇子不会放过你。爹娘若知是你逼我至此，他们很快便会知道。我转身离开，不再看他。账本顺利取回，上面细密记载着二皇子一党在宫中的眼线、朝臣的贿赂与密谋淮南郡王之名后，附着其效忠誓言与巨额进献。太子妃当即带我面见太子陆景恒，他阅毕账本，沉默良久，问我们如何处置。太子妃主张宫人秘密审问朝臣，证据交由陛下圣裁。太子看向我，此事因你而起，你有何想法？我垂眸，妾身父母亦在名单之中，不敢妄言，唯求殿下依法处置，勿因妾身而有所宽宥。依法处置。他深深看我一眼，收起账本，姑知道了。此后，东宫悄无声息地清理了几名宫人，朝堂之上风暴骤起，淮南郡王首当其冲，被搜出私造兵甲，勾结边疆的谋反，铁证判凌迟处死，家眷流放。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秀屏风，手稳如常。前是虐我致死者，今是我亲送他上了刑台。接着是苏家父亲苏文远卖官鬻爵，勾结皇子泄露科考提纲，母亲王氏利用职权受贿牵线，证据确凿。苏府被抄，父母下狱，皇后扶我手，叹息，温言安抚。我伏在他膝上，轻声道：妾身只是不解，为何血脉至亲能凉薄至此？母亲被拖出府时疯癫咒骂，父亲只反复喃喃：孽女，两个都是孽女。苏玉书因供出罪证，免去死罪，削去未分，剃度出家，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。贤妃打入冷宫，二皇子被罚闭门思过，削去属官护卫。风波渐平，秋日太子妃邀我骑马，她一身旗装，英姿飒爽，我穿着她送的男装，披着斗篷，宛如文弱公子。马背上，她忽然问：心里可痛快些了？我望着高天流云，说不上痛快，只是该做的事做完了，仇报了，便该向前看。他勒马转头看我，眼神明亮认真。堂儿，我知道你对殿下无心，但在这东宫，一个孩子或许能让你更安稳。殿下，他对你并非全无留意。他笑了笑，你那副双面绣屏风，他常看着出神。你给母后做的抹额，他也曾问过绣法。他是个心思深重之人，却非铁石心肠。我垂眸不语，别急，顺其自然就好。他拍拍我的手，无论你如何选，我总站在你这边。这宫里咱们姐妹俩互相扶持着走下去。姐妹这个词从他口中说出，带着切实的温度。我抬头对他展颜一笑，秋风卷着金桂的甜香掠过马场，马蹄踏碎满地碎金。赵敏紧勒住缰绳，见我望着天边流云出神，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。他掌心带着常年握边的宝剑，温度却暖得愈贴，像极了他这个人，永远带着边关风沙淬炼出的坦荡与温柔。我收回目光，对他笑了笑。其实我并非不痛快，只是前世的仇恨像一根深植骨血的刺，拔出来的那一刻，没有预想中的狂喜，只有一片空茫。那些日夜啃噬我的恨意，那些支撑我从乱葬岗爬回来的执念，忽然间都落了地。我竟一时不知该往何处去。回宫的路上，马车行过御花园的角门，远远看见几个太监正搬着木箱往冷宫方向去。赵敏锦掀着车帘瞥了一眼，淡淡道：是贤妃的东西，陛下下令，冷宫因供给减半，不许任何人探视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贤妃的结局早已注定，她为了二皇子筹谋半生，最终却落得个孤苦终老的下场，倒也算是求人得人。只是我知道，二皇子绝不会就此罢休。他自小被贤妃娇惯长大，眼高于顶，从未受过这般折辱。被罚闭门思过的这几个月，看似安分，实则一直在暗中联络旧部。淮南郡王虽死，但他麾下还有不少残余势力散落在各地。二皇子只要抓住机会，必定会反咬一口。我的预感很快就应验了。入冬后的第一场雪落下来时，江南爆发了100年不遇的洪灾，数十万灾民流离失所，朝廷紧急调拨300万两白银赈灾。可银子刚运到江南，就传来了赈灾款被挪用的消息。更有御史在朝堂上弹劾，说太子陆景恒暗中将赈灾款挪去修建东宫别院，中饱私囊。消息传回东
东宫时，太子正在御书房处理政务。赵明锦接到消息的瞬间，脸色骤变，抓起披风就往外走。我拉住他，沉声道：“姐姐别急，此事定有蹊跷。殿下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最清楚。”赵明锦停下脚步，深吸一口气，眼中满是焦虑。我知道殿下不会做这种事，可现在朝野上下议论纷纷，那些原本就依附二皇子的官员趁机发难，连父皇都召了殿下去御书房问话。若是查不出真相，殿下的储君之位恐怕不保。我帮他理了理披风的系带，轻声道：“越是这种时候，我们越不能乱。二皇子费尽心机不下这个局，就是想让我们自乱阵脚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证据，证明殿下的清白。”正说着，太子回来了，他一身朝服上沾着血沫，眉眼间带着疲惫，却依旧沉稳。见我们站在廊下，他微微颔首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外面冷，进屋说。”进了屋，宫女奉上热茶，太子接过茶杯，却没有喝，只是用指尖摩挲着杯壁。父皇已经下令让大理寺彻查此事。他缓缓开口，但大理寺卿是二皇子的人，查来查去，只会把所有罪名都推到我头上。赵明紧急道：“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们陷害殿下？”太子看向我，目光深邃：“晚唐，你心思缜密，可有什么想法？”我沉吟片刻，道：“殿下，赈灾款从国库调出，一路经过户部、漕运司、江南布政使司，每一个环节都有记录。二皇子想要挪用，必定要在其中某个环节动手脚，而且300万两白银不是小数目，不可能凭空消失。只要我们顺着资金流向查，一定能找到破绽。”太子点了点头，我也是这么想。但现在我被父皇禁足在东宫，无法亲自去查，我身边的人也都被二皇子的人盯着，稍有动作就会被发现。我去！我和赵明锦异口同声道。我们相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坚定。太子看着我们，眼中闪过一丝动容，他沉默了许久，终是点了点头。好，明锦，你持我的令牌去户部调阅账目；晚唐，你去漕运司查问运银的船只记录。记住，万事小心，一旦发现危险，立刻回来。当晚，我和赵明锦分头行动。赵明锦带着太子的令牌去了户部，我则换上一身男装，趁着夜色溜出了东宫。漕运司的衙门在城南，我绕了好几条街，才避开了跟踪的眼线。漕运司的主事是个老油条，见我拿着太子的手谕，起初还百般推诿，不肯拿出运银记录。我冷着脸，直接点明了其中的厉害。大人，如今赈灾款一案闹得沸沸扬扬，陛下龙颜大怒，若是查不出真相，所有经手此事的官员都难辞其咎。大人若是配合，将来殿下必定不会亏待大人。若是执意包庇，恐怕大人的乌纱帽甚至项上人头都保不住。那主事被我吓得脸色发白，终于乖乖拿出了运银的账本。我仔细翻看，发现账本上的记录看似天衣无缝，每一笔银子的去向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但我注意到其中有一笔50万两的银子，标注的是运往苏州府赈灾，可运银的船只编号却和3个月前运往二皇子封地的船只编号一模一样。我心中一动，立刻将这个编号记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有人大喊：“有刺客！保护大人！”我暗道不好，一定是二皇子的人发现了我的行踪。我来不及多想，抓起账本就往后院跑。后院的围墙不高，我翻身跳了出去，身后的追兵紧追不舍。我在漆黑的巷子里七拐八绕，眼看就要被追上，突然一辆马车停在我面前，车帘掀开，露出赵明锦焦急的脸。快上车！我立刻跳上马车，赵明锦一挥马鞭，马车疾驰而去。甩掉追兵后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赵明锦递给我一杯水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查到什么了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将账本递给他。你看，这笔50万两的银子，运银船的编号有问题。我怀疑二皇子就是用这种偷梁换柱的方法，将赈灾款挪到了自己的封地。赵明锦翻看了一下账本，脸色沉了下来。我在户部也查到了一些线索，户部有个侍郎是二皇子的门生，正是他负责核对赈灾款的账目。看来我们的猜测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二皇子搞的鬼。回到东宫时，太子正在院子里等我们，他身上落了一层薄雪，显然已经等了很久。见我们平安回来，他紧绷的嘴角终于放松了一些。我们将查到的证据交给太子，他仔细看了一遍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好一个二弟，为了扳倒我，竟不惜拿数十万灾民的性命做赌注。他握紧了拳头。明日早朝，我便将这些证据呈给父皇。第2日早朝，太子将账本和船只记录呈给了皇帝。皇帝看后勃然大怒，立刻下令将户部侍郎和漕运司主事打入大牢，严加审问。在铁证面前，两人很快就招供了，承认是受二皇子指使，挪用了50万两赈灾款。皇帝当即下令解除二皇子的闭门思过，召他入宫对质。二皇子入宫时，依旧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说自己是被人陷害的。直到太子拿出了他与封地官员的往来信件，以及他在江南购置田产的地契，他才终于哑口无言。你这个逆子！皇帝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二皇子骂道：朕念你是朕的儿子，对你一再宽容，你却不知悔改，竟敢挪用赈灾款，陷害储君。朕今日若不重罚你，何以对得起天下百姓？最终，皇帝下旨废二皇子为庶人，圈禁在宗人府，终身不得出。那些依附二皇
皇子的官员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风波平息后，东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那日雪后初晴，皇后召我和赵明锦去坤宁宫说话。暖阁里烧着银丝炭，煮着上好的雨前龙井。皇后看着我，眼神温和。婉堂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景恒才能洗清冤屈。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心思缜密，临危不乱，是景恒的好帮手。我连忙起身行礼，娘娘谬赞，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。皇后笑着摆了摆手，让我坐下。你不必谦虚，哀家知道你心里有苦，前世的那些事，景恒都告诉哀家了。我猛地抬起头，看向皇后，又看向站在一旁的太子。太子对上我的目光，眼中带着歉意和心疼。婉堂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瞒着你。那日你从漕运司回来，我见你惊魂未定，便忍不住问了明锦，他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。我低下头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，前世的那些痛苦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。我以为我已经将它们深埋心底，可原来只要轻轻一碰，还是会痛彻心扉。皇后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孩子，苦了你了。那些人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人不能总活在仇恨里，要往前看。景恒是个好孩子，他对你的心意，哀家都看在眼里。你给他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说话，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像一只刺猬一样，用尖锐的刺保护自己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，再也不会感受到温暖。可皇后的关怀，赵明锦的陪伴，还有太子小心翼翼的呵护，一点点融化了我心底的坚冰。太子走到我面前，蹲下身，轻轻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掌心温暖干燥，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。婉堂，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可能都不会相信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，我会护着你，陪着你一辈子。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眸，里面满是真诚和坚定。我想起了坤宁宫复选时他说的那句此女不错，想起了火灾时他伸手将我从火边拉回，想起了这次危机他对我的全然信任。原来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经在我心里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记。我吸了吸鼻子，点了点头。太子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他紧紧抱住我，仿佛抱住了失而复得的珍宝。赵明锦站在一旁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东宫的生活越来越温馨。太子不再像以前那样疏离，他会抽出时间陪我说话，看我刺绣，甚至会笨拙地学着给我描眉。赵明锦依旧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我，我们一起骑马，一起读书，一起打理后宫的琐事。皇后也时常召我们去坤宁宫，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妻子，如何辅佐太子。第2年春天，我怀上了身孕。太子得知消息后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，立刻下令东宫上下所有人都要悉心照料我，但凡我有一点不适，都要立刻禀报。皇后也亲自来看我，给我送来了各种补品，还派了最有经验的嬷嬷伺候我。10月怀胎，1朝分娩，我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皇子。太子为他取名叫陆承泽，希望他能继承大统，恩泽天下。又过了3年，皇帝驾崩，太子陆景恒登基为帝，改元永熙。赵明锦被册封为皇后，我被册封为皇贵妃。登基大典那天，我穿着华丽的贵妃服，站在赵明锦身边，看着陆景恒身着龙袍，一步步走上太和殿的台阶，接受百官的朝拜。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我想起了重生那天，母亲端着桃花羹笑盈盈地看着我。那时的我满心都是仇恨和绝望，我以为我的人生只会在无尽的痛苦和复仇中度过。可现在，我有疼爱我的丈夫，有亲密无间的姐妹，有可爱的孩子，还有至高无上的荣耀。散朝后，陆景恒走到我身边，牵起我的手，赵明锦也笑着走过来，挽住我的另一只手。我们3人并肩站在太和殿的台阶上，望着万里晴空。堂儿，陆景恒轻声说，你看，这天下以后就是我们的了。我看着身边的2个人，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安宁。我终于明白，重生不是为了让我沉溺于过去的仇恨，而是为了让我有机会弥补遗憾，抓住眼前的幸福。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都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，而我在经历了2世的风雨后，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。秋风再次吹过紫禁城，金桂飘香，岁月静好，往后余生有他们相伴，足矣。